大家好，欢迎收听涅槃说史。在明清时期的文字记录中，关于大西南的书写往往集中在战争和冲突上面。历史上的西南地区远离权力中央，又处于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环境，因此长期和帝国处于一个相互依存又若即若离的关系中。而这种在元代以来所设置的以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使土司走上了历史舞台，并在明代达到了最高峰。这种以安边为初衷的制度，相比唐宋时期的羁縻政策有了一定的进步。土司接受一定的官职，担当一定的责任，管辖自己的族群和土地，其职位世袭罔替，最先还是起了一定的效果。在明清时期承袭原制，并进而发展与扩大土司制度实施的区域，导致了在云贵川湘地区土司无处不在。但是各地土司在表示国家认同的同时，相互之间因为土地资源的争斗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家又不得不派出大量的军队进行剿灭，因此改土归流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在明清时各有一次耗费了国家大量人力物力去讨伐随后改土归流的战争。一次是乾隆御为自己十全武功之一的大小金川之战，一次就是今天要提到的被称为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两次战争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史学家普遍认同，他们都成为了明清帝国转而走向衰亡的起点。播州就是今天贵州遵义一带播州土司的势力范围，在今天的四川贵州之间，地势极为险要。我们所熟知的红军长征时的娄山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主席当年就说过，这里是雄关漫道，真如铁呀。播州的杨氏土司，如果按照他们的族谱，那追溯就一直要到唐代太原人杨端那里去了。也就是说，到了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杨家统治播州超过了700年的历史了。牛逼吧？你按朝代年限统计，也就周朝超过他了。杨家在元代的时候被封为播州宣慰使，在元成宗的时候，杨家的掌门人杨汉英很受重用，还被赐名赛阴不花。明朝的时候，当时的播州土司杨铿在洪武年间就归附了明朝，而且利用了进京朝觐朱元璋的时候，委托大学士宋濂撰写了杨氏家族，里面就写到了杨氏土司的祖先杨端祖籍太原，来自绍兴，乃是因为响应唐僖宗招募勇士对抗南诏的号召，才带兵由四川泸州进入播州，并郑重提到第6世的杨贵谦乃是太原杨家将。之后，当然这个在当世受到不少质疑，但是其中所含有的深意应该看出，宋濂在背后的真实用意应该是劝诫播州杨氏家族唯有对正统，也就是大明帝国行忠君爱国之道，才能延续其土司统治。因为你身上流着抵御异族的血脉吗？在历史上不难看到，播州土司确实在国家认同方面是很积极的，而且遇到朝廷有事要奉调出征时，他们还是积极配合朝廷组织的各种征蛮、平叛、讨贼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向朝廷纳贡也是很积极。当时西南地区土司纳贡主要是2种，一种是马匹，主要是藏地土司供应，另一种就是木材。这个特别在朱棣迁都北京后，川南黔北一带的土司大量进贡大木就可以看出来。特别是本文主角杨应龙，万历年间2次进贡大木超过了100多根，超过了所有的土司。后来康熙年间，四川巡抚张德第曾亲自到遵义一带考察，给康熙写信说，这地方确实有大木，但是高山险峻，又没有大江大河，运送起来太困难了。但是这事60多年前，播州土司杨应龙就真做到了，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而且在播州之役之前，杨应龙朝贡达到了10次，曾经3次亲率播州军队为明朝远征剿叛。虽然没有像祖父杨斌一样被赏赐蟒衣玉带，但看得出来和朝廷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万历首辅大臣申时行在退休后曾经说过，川贵土司为杨氏世称恭顺。那你相信杨应龙这种朝廷的3好学生会有反心？我想
如果只看上面的介绍，可能不会联想到他会叛乱吧？那杨应龙为什么会造反？这其中又有什么原因呢？杨应龙是在穆宗隆庆5年播州宣慰使杨烈去世后袭土司位，万历元年朝廷认可了他，并敕书宣封。我们一方面看到杨应龙恭顺地给朝廷进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劳民伤财的行为本身也肯定触犯到了播州的利益。播州在西南地区算得上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而且关键是地理位置也很好，在四川和贵州交界地带，是中原进入贵州的交通要道。但是同样也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两边的行省都想从中渔利，遇到事又都相互推诿。播州的内部一直还存在着五司七姓，意思就是除了播州宣慰使外，下属还有5个长官司，分属于田、张、元、卢等7个姓氏。行省在这里设有流官，流官抢夺了土司的资源，杨应龙又不能再从百姓手里去搜刮的时候，就开始从这5司7姓中去搜刮补充，最后导致的结果自然是5司7姓的逐渐背离。在播州之役中就可以看到，5司7姓的土官都是积极地参加了对杨应龙的征剿。可以说杨应龙能够叛乱造成这么大的声势，他最仰仗的就是播州苗人。中播州之役，苗人始终和杨应龙站在同一战线，宁愿战死也不投降明军。这又是为什么呢？这还得从司州司南改土归流的事情说起。不过事情同样比较复杂，因此这里略过。但是结果就是改土归流后给苗人带来了很多灾难。司州、播州历来交往密切，苗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说一，苗人一直还是很重感情的一个民族，所以苗人自始至终站在杨应龙反明的一方，认为杨应龙是他们的首领。杨应龙在播州统治时期对苗人确实一直也还不错，期间还发生了杨应龙夺取了5司7姓的土地，把这些土地分发给苗人耕种，让这些苗人获得了土地，成为了自由民。这个新法在损害了土司利益的同时，提高了苗人的生产积极性，应该说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而苗人在自身利益得到从未有过的满足之后，自然愿意拼死报答杨应龙，在作战中争当应手、作战勇猛的人。经过了最先的巩固权力的阶段，杨应龙野心逐渐膨胀，胆大妄为起来。他的土司官寨里面雕龙画凤，私底下让人称他为千岁，叫他的儿子杨朝栋为后主。民间13岁以上的女子都要先献给杨应龙，叫做成身，只有他点头说不要的时候才能嫁人，如果不成身就嫁人的，抓来就是杀掉。女人多了，他就效仿朝廷用太监来管理后宫的方法来对他的妻妾进行管理，有过一天阉割了32人的记录。还有就是杨应龙这个人不但疑心特别重，而且为人凶残，嗜杀成性。杨应龙的妻子张氏被疑与一下属有染，杨应龙即下令将这个下属绑树上给宰了。万历15年春，杨应龙与妻田氏在其七兄家宴饮，当两人在内室说话，不巧杨应龙之族弟杨继龙径直进入内室，发现杨应龙夫妻在，迅即退出。杨应龙即疑其妻田氏与族弟有奸情，立命杀之。田氏哭诉，重提其前妻张氏通奸事，说我又不是张氏，你怎么这样对我？那时张氏已被休，改嫁给族弟杨胜龙家，一树既往。不料田氏重提此事，引起杨应龙疑恨，当即把刀交给亲随黄元利取张氏之头。张氏死前呼号其母关氏为他报仇，杨应龙一怒之下，竟将关氏碎剐，抽其肠。杨应龙在播州杀人如麻，顺之生，逆之亡，即便是朝廷命官，他也敢随意杀戮，而平民百姓稍有不满，即行诛杀。而且由于播州军当时兵强马壮，杨应龙又在随大明征伐中发现朝廷军队的腐败和不堪一击，因此更助长了他更加有恃无恐的屠杀和继续盘剥手下的5司7姓。忍无可忍的5司7姓终于联名向贵州巡抚叶梦熊揭发杨应龙罪行，称杨应龙意欲反叛。贵州巡抚叶梦熊遂书请征剿，结果朝廷本拟派出四川、贵州2省对其问罪，
不巧的是，当时恰逢漠南蒙古进犯松潘而引发陶州之变，朝廷需要调集各地土兵到陶州作战。因为当时朝廷士兵战斗力已经特别弱了，而必须依赖这些战斗力还比较强的土兵，因此四川巡抚李化龙就请求先搁置杨应龙的事情，让其戴罪立功。万历20年12月，杨应龙到重庆接受审讯，核对事实，触犯法令，判处斩刑。杨应龙用2万两黄金赎罪。御史张鹤鸣正要驳回，又逢倭寇进犯朝鲜，朝廷征调全国兵力。杨应龙上奏辩白，并表示愿意率5000兵随军讨伐倭寇，立功赎罪。万历诏令释放，答应了他的要求。是不是很扯？杨应龙随官军征讨倭寇已经出发，而朝廷又决定对倭寇施以封贡，便不再让他赴朝鲜。恰逢巡抚都御史王继光到四川，硬要严厉提审杨应龙。杨应龙知道去了估计就回不来了，结果就装病不去。于是万历21年的时候，朝廷分兵3路进剿播州。当走到娄山关的时候，杨应龙假意表示愿意立即投降，却悄悄布置人马占据关口。明军毫无准备和战斗力，死伤大半。幸好其他受征召的土兵及时赶到，才避免了全军覆没。娄山关诈降杀官军，以武力对抗政府。至此，杨应龙已经明确地走上了反叛之路。万历皇帝大受震动。按说杨应龙武力抗命这事，拉出去砍个100次都够了。但是当时明朝的现状是什么呢？建议招抚的人因为杨应龙后来再次示弱而放松了警惕，建议剿灭的人又苦于没有统一方案和兵马，以至于互相牵扯，在朝堂上争论良久，也没定下来怎么处理。万历23年5月的时候，朝廷还是决定对杨进行招抚了事。杨应龙再次玩起了诈降，将万历21年的那几个土兵军官12人推出来抵自己的罪，又答应以2万斤黄金协助朝廷采木赎罪。朝廷找到的台阶，也就想把事情给抹过去算了，就撤了杨应龙的职，让他大儿子管理播州，小儿子送重庆当人质。事情完了吗？显然朝廷低估了杨应龙。就在招抚的当年，杨应龙就在播州重修天堑海龙屯，广积粮草，还将属下官员和家属都移居于此。这是要做什么？反正不是开农家乐是肯定的。结果事情有时也是好巧不巧，万历24年的时候，被送到重庆当人质的杨应龙的儿子杨可栋突然死于重庆。杨应龙急速领取尸体和棺椁，重庆以验证上报未完而不肯把尸体交还。就在这时，朝廷要他交纳那2万斤罚款的事情又到了。杨应龙这次真急了，放话出来说他儿子什么时候活过来，他就什么时候交纳罚款。杨又强迫了1000余名和尚到松坎替他儿子招魂。失子之痛这次终于把杨应龙推向了极端。杨应龙借此出兵焚掠余庆草堂2司及兴隆偏桥镇远诸卫，为黄平杀众安司长官全家。万历25年，杨应龙向西北劫掠江津南川合江，向南劫掠贵州红头、高平新村等地，向东南侵入湖广48屯，阻塞驿站。万历27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首先发难，命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率3000人马围剿杨应龙。杨应龙派杨朝栋、杨兆龙及何汉良等在飞练堡迎击。波军杨拜引诱官军至天邦国今瓮安县东，全歼官兵。江东之被撤职，任命郭子章取代。3月，神宗皇帝龙颜大怒，启用前任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总督四川、湖广、贵州3省军务，征浙江、福建、云南、广东等省将士，以围剿杨应龙。6月，綦江参将房家宠寻衅滥杀波民30多人。杨应龙叹曰：如今朝廷不容我，只有舍命出綦江，拼着做。声称为死者报仇，率兵8万，血洗綦江，全歼官兵5000，屠城，将尸体投入江中，尸体避江而下，江水因此变成红色。不久，杨应龙退守至山西，并在綦江的山西、母渡、南川的东乡坝立碑为播州界，号称宣慰官庄。声言江津、合江都是播州原的属地。
进一步联合九股未开化的苗族部落以及红黑角等部苗人，让他们利用险要地势建立武装，作为他的辅助势力。齐江屠城一事，朝野震惊，而朝廷调集的军队也渐渐集齐，军威渐振。次年正月，杨应龙率军5路攻打龙泉司后，2月总督李化龙大军24万压境播州，除了贵州兵马在总兵官童元振的带领下在乌江败于播州军3万人马被歼外，其余各部均有捷报传来。特别是南川一路酉阳、石柱土司首先登城，接连过关斩将。石柱土司马千乘及妻子秦良玉所指挥的白干兵，就是这时登上了历史舞台。4月，明军和播州军在九盘血战后，明军终于攻下了天险娄山关，杨应龙无奈之下退守海龙屯。6月初4，8路明军合围海龙屯。次日4更，明军精锐贤骑攀登而上，杀死守关的播军。杨应龙手提战刀，亲自巡视防务，发现四面火光冲天，知道大势已去，对其妻妾说：“我顾不得你们了。”次日清晨，官军攻破大城，登上海龙屯。杨应龙仓皇同2名爱妾在内室上吊自杀。自杀前担心明军辱其尸身，先点火烧了房屋，准备自焚尸身。明军俘获其子杨朝栋及杨北龙等100余人，赶紧寻找杨应龙的尸体，从火中拖出，国军彻底告败。这次决战从出兵到杨应龙兵败，历140多天，8路兵马共斩波军首级2万多人。6月28日，平波告捷，上报朝廷。12月20日，万历亲自登上午门，举行播州战俘受俘仪式，将杨应龙尸体剁碎，将杨朝栋、杨北龙肢解于集市。万历29年正月，平波诏令天下。4月29日，将播州地方折解为2，分别设立遵义府归属四川管辖，平乐府归属贵州管辖。播州杨氏土司世传29世，历725年，至此灰飞烟灭，永远地画上了句号。平波战争虽然以明王朝获胜，杨应龙自杀身亡，播州改土归刘而告终，但从战争的起因以至战争的过程中，无不反映出明王朝内部矛盾日趋激烈，各种危机业已凸显。所以从平波战争的始末，已经可以略窥到明王朝衰落的痕迹。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涅槃说史，咱们下期再见。